呢度係地球上最後一片冇人掂過嘅荒野，面積等於半個歐洲，深度比鐵達尼號沉沒嘅位置仲要再深。而呢一片死寂嘅海床上面，安靜咁躺住價值16兆美元嘅核心資源。1982年，差唔多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簽咗聯合國一份叫做海洋法公約嘅條約，然後就建立咗一個國際組織，叫國際海底管理局，簡稱 ISA。佢嘅規則係海底嘅礦物唔屬於美國，唔屬於中國，唔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係屬於我哋全人類，大家一齊分。但有一個國家冇簽到，美國。1983年，美國代表喺聯合國講得好清楚，呢個制度唔合乎美國國家利益，我哋唔會加入。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it is global socialism, it is world government, it is worse than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is an insult. Our American Navy can go anywhere we want on the high seas, and we don't need to ask some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咁好啦，其他167個國家就繼續推進呢一個制度，然後40年過去，秉承聯合國一貫作風，開會辯論再開會，原地踏步，全球海底採礦嘅速度0。直到2025年4月24號，特朗普簽咗一份行政令，標題叫做釋放美國離岸關鍵礦物同資源。意思好簡單，聯合國你慢慢拗，美國決定自己批牌照，直接繞過所有國際程序。對全球能源政治圈同礦物市場嚟講，呢個決定等同喺海底掟咗一粒核彈。更恐怖嘅係美國嘅執行速度。2025年4月24號行政命令簽署，2026年1月21號，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簡稱 NOAA 發布最終規則，將原本繁複嘅申請流程一步搞掂。2026年3月18號，美國海洋能源管理局 BOEM 瘋狂放行，開放咗6900萬英畝海域進行採礦競標，面積相等於成個加州。而就喺4月尾， NOAA 確認咗第一份申請，一間國際採礦公司嘅申請被判定完全符合所有監管要求。你要知道，中國同俄羅斯在內嘅19個國家同跨國企業一早喺聯合國嘅體制下排緊隊，等緊嗰張開工紙，但聯合國拖咗幾十年，仲喺度拗緊環保同分錢嘅細節。而家美國殺出，開咗一條快線，令到深海採礦嘅競賽突然進入白熱化階段。問題係點解深海礦物會變成各國必爭之地？又點解偏偏喺2026年呢一刻爆出嚟呢？街坊們沖定杯咖啡，坐定定。今集我哋直衝 Clarion Clipperton Zone， 一邊睇呢場聯合國大戰美國嘅深海尋寶記，一邊同大家拆解到底海床上呢啲被稱為人類共同遺產、引爆全球爭奪嘅黑色薯仔到底係乜東東？呢嚿其貌不揚嘅黑色薯仔到底係咩嚟嘅呢？佢嘅正式學名叫做多金屬結核 Polymetallic Nodule， 但講到尾睇嚟睇去都係成粒薯仔咁。不過你千祈唔好睇小佢啊！呢個結核入邊充滿咗世界上最值錢、最搶手嘅金屬，包括鎳、鈷、錳同埋銅 Nickel, Cobalt, Manganese, Copper。而佢嘅形成過程係大自然入邊其中一個最黐線、最慢嘅生產線。幾百萬年前，有一條史前巨齒鯊 Megalodon 甩咗隻牙，就係呢粒牙。呢件微細嘅殘骸就成為咗結核嘅核心。海水入面有極之微量嘅金屬離子鎳、銅、鈷、錳溶解咗喺水嗰度，肉眼係完全睇唔到嘅。但係經過咗幾十萬年、幾百萬年，呢啲金屬離子會一個原子一個原子咁慢慢黐上呢一粒鯊魚牙嘅表面。冇人催佢，冇 deadline， 冇 KPI， 就係咁逐個原子吸附上去。100萬年之後，你會有大概幾毫米厚嘅一層金屬殼。再過多幾百萬年，你就得到呢嚿黑色薯仔。換句話講，當恐龍仲喺地球上行緊街嗰陣，呢啲薯仔可能只係得1毫米咁薄。直到今日，佢哋先至慢慢增長到一個拳頭咁大。呢度嘅每一嚿薯仔係時間嘅結晶，大自然用咗幾百萬年幫我哋整好咗一嚿金屬濃縮精華。而呢啲薯仔喺海底瞓咗幾百萬年都冇人去理佢。點解去到今日突然之間全世界嘅大國同埋跨國企業個個都爭住想去掘呢？答案好簡單，因為地球上嘅綠色能源危機殺到埋身，全世界而家都喺度講緊
乜嘢能源轉型啊、碳中和啊、2050目標，講就好聽，但現實好矛盾。清潔能源、電動車啊、風力發電啊、太陽能板啊，其實需要極度龐大嘅金屬去支持，條數計落好襟計。舉個例子，一部普通電動車單係嚿電池就需要大約60幾70公斤嘅特定礦物，入面包括咗鎳、鈷、錳、銅，正就係呢啲黑色薯仔入面嗰幾種金屬。而家全球有大約10幾億部車，如果我哋要將佢哋全部換晒做電動車，再加埋風力發電機、太陽能板、儲能系統等等，你計下，國際能源署嘅估算係要達到2050年嘅碳中和目標，我哋需要嘅鈷同鎳係現時全球產量嘅6倍。而我哋而家陸地上嘅礦場，就算開盡馬力開晒啲新礦，都遠遠追唔上呢條數。所以問題唔再係我哋想唔想去海底採礦，問題係如果我哋唔去海底，啲金屬又喺邊度嚟呢？好啦，咁呢啲黑色薯仔最集中嘅地方又係邊呢？答案就係我哋今集嘅主角 Clarion-Clipperton Zone 克拉里昂克利柏頓斷裂帶，簡稱 CZZ。佢嘅面積超過200萬平方英里，大概500萬平方公里，差唔多等於半個歐洲大陸。深度係4000到5500米。而最誇張嘅係，根據估計 CZZ 蘊藏嘅鎳同鈷呢兩種綠色科技最關鍵嘅金屬，比地球上所有已知嘅陸地礦床加埋一齊仲要多。保守估計呢度至少有210億萬噸嘅結核，裡面嘅金屬價值由8兆美元，甚至有啲估計高達16兆美元。16兆有幾多呢？德國2024年嘅 GDP 係4.66兆，蘋果最近嘅市值係4.38兆。16兆即係話有幾個德國幾間蘋果嘅財富就咁攤咗喺海底嗰度。對於嗰啲跨國礦業公司嚟講，呢度根本就係一個大自然為人類準備好嘅超級電池倉庫。呢啲金屬就係赤裸裸咁瞓晒喺啲海床表面，唔使好似陸地採礦咁，又要炸開幾百米嘅岩石，又要挖山窿。所以如果你係採礦公司嘅老闆，見到呢笪地，你話你流唔流口水呢？未來邊個國家可以控制到呢啲深海關鍵礦物嘅供應鏈，其實邊個就可以主宰21世紀嘅高科技電動車市場，甚至軍事防禦系統嘅命脈。所以你而家明白到點解各國以至各大科技巨企個個都對呢堆黑色薯仔虎視眈眈啦。呢場可以話唔係一場普通嘅尋金熱，呢場係一個不折不扣嘅生存之戰。而呢場生存之戰嘅遊戲規則到而家都仲未傾掂數。跟住落嚟，我哋就要一齊去到牙買加一個冇乜人識嘅聯合國辦公室，喺嗰度嘅決定，或者更準確咁講，喺嗰度嘅遲遲未有決定，改寫緊我哋成個海洋嘅命運。不過喺我哋講呢場國際大戲之前呢，首先想帶你落去海底，親眼睇下呢一個世界，因為呢片海床可以話係蘊藏住一個極奇妙嘅天外之天。2016年，一部深海探測器喺4000米深嘅海底影到一隻白色嘅八爪魚，佢全白半透明，好似一個鬼魂咁喺漆黑之中飄過。就係因為佢太似卡通片 Casper 入邊嗰隻鬼馬幽靈一樣，所以科學家幫佢改咗個花名，就叫佢做 Casper 幽靈章魚。仲有 Gummy Squirrel 軟糖松鼠海參，冇聽錯，佢有一條長長嘅尾，個樣就好似用橡皮糖做嘅松鼠，喺海床上面彈下彈下咁移動。仲有乒乓波樹海綿、發光水母同各種識得喺漆黑中自體發光嘅生物，佢哋嘅生存方式我哋到而家都未能完全理解。呢度可以話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科學家而家成日都講笑咁話，我哋對月球、火星表面嘅了解分分鐘仲多過對我哋自己地球深海生態系統嘅了解。佢哋估計 CZZ 入面可能有超過一半嘅物種係從未被記錄、從未被命名，甚至未被見過嘅。呢啲深海生物有好大一部分係完全依賴我哋頭先講過嗰啲黑色薯仔嚟生存嘅。例如某啲海綿同軟體動物係必須要將自己依附喺嗰啲結核上面先至可以生長。呢啲結核經歷咗幾百萬年先至慢慢形成，就好似深海入面嘅微型綠洲一樣。如果我哋將海床上面嘅結核全部掃走晒，對於呢班原住民嚟講，
就等同將佢哋唯一嘅棲息地連根拔起。講到呢度，你哋可能自然就會諗啦，咁海底嘅採礦係點樣搞嘅呢？係咪我哋着住潛水衣落去用鏟嚟掘呢啲一嚿嚿嘅黑薯仔呢？完全唔係，呢度冇人冇鏟冇炸藥，取而代之嘅係一啲直頭似科幻電影走出嚟嘅機器，一部坦克咁大嘅遙控機械人，裝住履帶喺4000米深嘅海床上面慢慢爬行。佢個鼻下面有一條巨型嘅吸管，對準海床上嘅黑色薯仔，噗一聲，全部將佢哋吸走。然後呢啲結合會經過一條垂直嘅管道，由海底泵翻上嚟。條管道有幾長？足足5公里。佢可以24小時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不停抽吸。而呢度就係問題個核心。當呢部巨型吸塵機開始喺海床工作，會發生咩事？第一，所有喺佢路徑上嘅生物，例如 Casper、軟糖松鼠、乒乓波海綿，冇得走冇得避，會即時死亡。第二樣嘢可能仲大鑊，科學家叫佢做沉積物雨流 sediment plume。你諗下啦，你行入一間封咗幾千年嘅房，掂一掂個地下，成間房即刻塵土飛揚，乜都睇唔到。海床都係一樣，幾百萬年嚟呢度嘅沉積物從來都未被攪動過。當機械人一開工，佢嘅履帶可能會揚起海量嘅泥沙，呢啲泥沙會形成巨大嘅泥塵煙霧。隨住海流飄走，可以飄到幾百公里遠。呢啲煙霧會塞住濾食性生物嘅鰓，令珊瑚窒息，中斷生物之間嘅化學溝通信號。甚至有科學家提出一個更恐怖嘅可能性：呢啲沉積物入面可能鎖住咗大量嘅遠古碳。幾百萬年嚟，呢啲碳一直安安穩穩咁躺喺海床，一旦被搞起釋放出嚟，會唔會加劇氣候變化呢？冇人知道答案。而正正就係呢個冇人知道，令到好多人都話等陣先，等陣先。但係呢個世界冇嘢係非黑即白嘅。採礦公司提出咗一個反問，而呢個反問坦白講都好難答。佢哋話：你哋而家揸住嗰部電動車，用緊嗰部 iPhone，準備買多嚿嘅士啤電，你哋嘅鎳同鈷喺邊度嚟？答案主要係嚟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剛果嘅鈷礦係點樣運作嘅呢？熱帶雨林俾人斬晒，有毒嘅重金屬滲入地下水，當地居民嘅健康冇人理。而最令人唔舒服嘅事實係，好多礦場有童工，細路仔10幾歲用緊最基本嘅工具去挖礦，人工低到離譜，環境危險到極，武裝衝突、剝削人權，呢啲全部都係同呢條礦物供應鏈息息相關。所以採礦公司嘅論點係咩？佢哋話海底最少冇森林、冇居民、冇原住民社區、冇細路仔俾人剝削。如果你要揀，一邊係破壞一個幾千年嚟冇人見過嘅深海生態系統，一邊係繼續喺陸地上製造人道災難，你會揀邊個呢？呢個就係成個深海採礦辯論入面最難啃嘅部分。我哋唔係喺度揀緊一個好嘅選擇 versus 一個壞嘅選擇，我哋其實係喺兩個魔鬼之間被逼揀一個冇咁衰嘅。一個係摧毀一個我哋幾乎一無所知嘅世界，呢個世界嘅生物可能喺我哋發現佢之前就已經俾我哋嘅吸塵機吸走咗。另一個係繼續支持一個亦唔好得去邊嘅陸地供應鏈，砍伐森林、污染水源、剝削最脆弱嘅人群。The Metals Company 嘅 CEO 曾經講過：我哋從來冇話過深海採礦係零影響，但相對於陸地採礦，深海採礦嘅破壞只不過係九牛一毛。呢個就係我哋而家面前嘅兩條路，而呢一個兩難局面，正正係點解聯合國 ISA 喺牙買加嘅會議室入面咁多年都傾唔掂數，因為冇人夠膽企出嚟大聲講我要做出決定，揀一邊。而當聯合國入面仲喺度猶豫不決，互相推裝，冇人敢孭鑊去做決定嘅時候，有一個國家一早就睇通咗呢點，佢哋由始至終冇加入過嗰套國際框架，所以亦都冇打算去等一個原地踏步嘅悶局。既然個大制度因循苟且，佢哋決定自己定義一套新規則。時間要返去1994年，聯合國成立咗一個機構，叫做國際海底管理局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簡稱 ISA。 總部喺邊度？唔喺紐約，唔喺日內瓦，係喺牙買加嘅 Kingston，一個冇乜人識嘅加勒比海城市，管住成個地球一半面積嘅海底。
ISA 嘅任務係乜？理論上係好清晰嘅，管理國際水域嘅海底資源，確保任何開採活動都係為咗全人類嘅利益。聽落好公義，但現實呢，成個系統已經癱瘓咗。事源係 ISA 過去10幾年一直喺度起草一份叫做採礦守則嘅文件 Mining Code。呢份文件會定明邊個可以採礦，喺邊度採，點樣採，環保標準係乜，利潤點樣分配俾全人類。聽落非常之合理，係咪？但係傾咗10幾年，到而家2026年都差唔多過咗一半啦。呢份採礦守則仲未完成，點解？因為超過30個國家，再加埋一大班東盟議員、科學家、環保組織，強烈要求要全面暫停深海採礦，直至到我哋有足夠嘅科學數據證明呢啲活動唔會對深海生態造成不可逆轉嘅破壞。佢哋嘅理據係：我哋連海底有幾多物種都未搞清楚，點可以就咁放部巨型吸塵機落去呢？但係另一邊廂有唔少國家同企業話：夠啦，等咗10幾年啦，你仲要等幾耐呢？等下，我哋2050年個碳中和目標年份都嚟緊啦。結果僵局，ISA 嘅會議一場又一場咁開，代表飛去牙買加坐低辯論，然後冇結論，下次再傾過。年復一年，真係仲慘過陳永仁啊！3年之後又3年，3年之後又3年。正當成個世界喺度開會嘅時候，有一個國家決定唔等啦。呢個國家就係美國。而喺呢度有一個好關鍵嘅法律漏洞，就係頭先講過嘅，美國由始至終冇簽過嗰份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點解？因為喺幾十年嚟，美國國內一直都有好強烈嘅反對聲音，認為呢份條約會侵犯美國嘅主權。當年美國參議院共和黨人極力阻撓，話將深海資源當成人類共同財產，根本就係全球社會主義，會嚴重削弱美國嘅主權同國家利益。所以美國喺深海採礦呢件事上面一直處於一個局外人嘅狀態，而呢個法律地位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尷尬嘅外交問題，直至到2025年，美國政府突然意識到，喂，等陣先，如果我唔係 ISA 成員，我使乜等佢哋嘅採礦守則呢？於是白宮做咗一件事，2025年4月24號，重返白宮嘅特朗普出手啦，為咗打破中國喺關鍵礦物供應鏈上嘅壟斷。特朗普簽署咗一份名為《釋放美國離岸關鍵礦物及資源嘅重量級行政命令》。透過呢一份行政命令，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簡稱 NOAA 喺美國國內嘅深海硬礦物資源法框架之下，被授權建立一條全新嘅國內嘅深海採礦發牌渠道，大幅簡化同加快深海採礦牌照嘅審批程序。呢條通道完全繞過咗聯合國嘅 ISA。佢嘅邏輯係，反正美國從來都冇簽過嗰份聯合國海洋公約法，法律上美國公司喺國際水域嘅活動係唔受 ISA 管轄噶噃。美國政府有權自行監管自己嘅公司，而呢條通道嘅審批速度同 ISA 嗰邊嘅龜速，形成咗一個極其諷刺嘅對比。ISA 傾咗幾十年都仲未有結果，NOAA 呢邊呢，幾個月甚至幾個禮拜就可以批出勘探許可。嚟到呢度，我哋嘅第2位主角登場啦。 The Metals Company 簡稱 TMC 係一間總部喺加拿大嘅深海採礦企業，佢係 Clarion-Clipperton 中入邊最大嘅玩家之一。佢哋手持 ISA 發出嘅勘探合約，已經喺 CCC 做咗多年嘅環境基線研究。2021年，太平洋島國 Nauru 都幫 TMC 出過頭嘅，向 ISA 交咗一份通知，話佢哋準備好要開始採礦，觸發咗一條所謂嘅2年規則。呢條規則硬性規定 ISA 必須喺2年之內，即係當時嚟講喺2023年嘅7月之前完成所有嘅 Mining Code。但係結果呢，聯合國嘅作風大家心照啦。大會開完一次又一次，2023年嘅期限轉眼就過咗，份採礦守則 Mining Code 依然因為環保爭議同埋利潤分配問題而難產，完全卡死咗。ISA 陷入咗徹底嘅 deadlock， 隨住採礦守則1年又1年咁拖。TMC 都開始心急，佢哋嘅投資者想見到回報，佢哋嘅商業計劃等唔到另外一個10年啦。於是 TMC 做咗一個非常之聰明，同時亦都非常之具爭議性嘅決定。佢決定兩邊下注，一方面佢哋繼續同 ISA 保持良好關係，另一方面佢哋靜靜雞向美國 NOAA 提交咗一份龐大嘅商業採礦申請。
呢份申請直接要求美國政府批准佢哋喺 CCC 展開全面商業開採，時間點喺2026年初，然後就喺啱啱過咗去嘅2026年4月30號，炸彈引爆 ，NOAA 正式裁定 TMC 嘅申請完全符合美國國內嘅監管要求。換句話講，美國政府已經開咗綠燈，下一步係乜？就係最終許可。根據 NOAA 嘅時間表，TMC 有望喺2027年初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間獲准喺國際水域進行商業深海採礦嘅公司。到時成個聯合國系統幾十年嘅國際談判，30幾個國家嘅暫停呼籲，喺呢個行政癱瘓嘅局面之下，會被全部繞過晒。呢個可以話係佢哋睇穿咗國際組織冇人敢負責任嘅弱點，用一份總統行政命令同埋一間企業嘅申請表，就咁樣喺制度嘅裂縫入邊，直接定義咗海洋嘅新未來。好啦，時間線嚟到而家係2026年嘅5月，距離 ISA 理事會下一次嘅關鍵會議剩返2個月。今次會議嘅壓力係 ISA 成立20幾年嚟前所未有嘅，因為全世界都知道呢一次唔係又一個傾下先嘅會議，呢一次會係終局。如果 ISA 喺7月仲無法敲定採礦守則，如果佢哋繼續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成個多邊聯合國框架就會正式崩潰。ISA 嘅存在意義本身就係要管轄國際水域嘅資源開發，但係如果佢管唔到最大嘅玩家，如果美國批准嘅公司可以繞過 ISA 直接攞牌，咁 ISA 仲有咩意義呢？一隻冇牙嘅老虎仲係咪老虎呢？所以7月嘅會議 ，ISA 理事會面對嘅唔單止係一份採礦守則嘅技術細節，佢哋面對嘅將會係一個存在嘅危機。一係佢哋終於傾掂數，趕喺美國之前通過守則，重新確立多邊主義嘅權威；一係佢哋就繼續磨爛隻，然後就眼白白睇住美國單方面發牌，成個系統被架空。時間1分1秒咁過去，滴答滴答。呢片海床理論上係人類共同遺產，但係當第一嚿薯仔被泵上水面嘅時候，所謂嘅共同遺產就會變成一個笑話。而你以為淨係得 TMC 一間公司受惠，梗係唔係啦。隨住 NOAA 開咗個大門，市場嘅資金已經瘋狂咁樣湧入。除咗 TMC， 其他美國公司都已經紛紛向 NOAA 提交申請。呢個破窗效應一出現，全世界嘅其他大國又點會坐以待斃呢？中國喺 CCC 持有5份 ISA 批准嘅勘探合約。如果美國可以繞過 ISA， 你覺得北京會點做呢？俄羅斯同樣都係喺 CCC 插咗旗，攞咗 ISA 嘅勘探合約，霸咗個位。如果規則最終被打破，莫斯科會唔會繼續排隊等呢？印度、日本、韓國、英國全部都有深海採礦嘅野心，全部都有 ISA 嘅勘探合約。去到呢一步，喺呢場4000米海底展開嘅角力，其實對我哋而家嘅國際秩序係一次巨大嘅質問。當舊有嘅制度陷入僵局，人類係咪需要一套更有效嘅管治新思維呢？